17世纪初，荷兰东印度公司雇佣了上百只商船，在全球进行黄金、陶瓷、香料、丝绸等贸易。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来供养这些昂贵的航行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将目光转向了大众。每一位能够为出海贸易出资的人，将会得到贸易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交换。这一做法使公司有能力负担规模更大的航行，同时带给精明的出资人和公司更高的利润。这些股份在欧洲各地的咖啡厅和港口被售卖。就这样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不知不觉中发明了世界第一个股票市场。自那以后，各公司纷纷效仿，向有意的投资者们募款，用来做各种各样的生意。如今，有很多学校、岗位，甚至专门的电视频道教人们理解股票市场的运作。但现代股票市场要比当年复杂得多，所以如今的公司和投资人该怎样运用这个市场？设想一个决定进入市场的新咖啡公司，他会向大型投资人推销自己。如果投资人认可这家公司，投资人将有投资先机，并且资助该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。 于是这家咖啡公司进入正式公开市场，在这里任何相信他会盈利的个人投资者或公司都可以购买股票。股票这一方式使投资人变成公司的股东，他们的投资会帮助该公司成长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多人会看到它的潜力，并购买更多的股票。当对该股票的需求不断增长，股票的价格也水涨船高。对于手中持有股票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股票价值也会有所上升。于公司而言，新增加的利益不仅会资助新的企划，并且由于许多人对公司的投资意愿，公司整体市场价值抬高了。然而，出于某些原因，这家公司不太盈利时，迥然不同的情况就有可能发生。如果投资者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股票价值会下降，他们将卖掉手中的股票，并希望能在公司失去更多价值前获得利润，这使得该股票需求持续减少，股票价格下跌，公司的市场价值也随之下降。除非公司的盈利情况开始好转，否则投资者将会面临很大的亏损。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这样的供求平衡。首先，市场力量是所有公司都无法避免的，这包括原料价格的波动、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变化，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改变。投资者还可能会担心领导层的变动、负面的宣传，或者是像新法律和贸易政策一类更大的原因。当然，许多投资者也会随时卖掉昂贵的股票去追求个人利益。这些变量都会干扰市场，并影响公司的成功与否。在股票市场，市场价值下降会导致失去投资者，也会使股票真正失去价值。人们对市场的信心有很大作用，它可以促使经济繁荣，也可以造成经济危机。这个难以掌控的变量是许多专家推荐可靠的长期投资，而不是赚快钱的原因。然而，专家们也在不断寻找新的工具，来加大他们在这个不可测的系统中成功的几率。但股票市场不是专门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准备的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一天都有很多投资人用像大型投资人一样的方式购买股票。有更多人自学这个复杂市场的运作原理，他们也可以进行股票交易，支持他们相信的企业，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理财目标。第一步就是投入进去。你对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了解多少？国王穆萨一世富可敌国，以至于他能够随意扰乱一个地方的经济。